好，那这个城市就算它非常豪华，就算它买卖经商都是极度高级的，就算它是海陆中心，就算它是政商云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全世界有这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子啊。神为什么要审判他呢？到底巴比伦大臣他做了什么恶事，让神宣判说他是罪恶滔天呢？那首先呢，他是联合世界有权贵的精英，垄断全球的市场。在18章3节，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15节，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19节，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所以这些客商，这些尊贵人，他们是因他奢华太过，借着他发了财，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表示这些社会顶尖的名流都是靠着巴比伦大臣的人脉通路致富的。他们垄断市场经济，用炒作暗盘的方式获取不当的利益，例如炒作股市、操弄汇率、买卖期货、赌博诈欺、国际洗钱、黑箱交易、设立空头公司。那些上流社会名流就是跟着巴比伦大臣的商业手段去获取暴利，借着巴比伦大臣的人脉通路成为顶尖的富豪。那因为他们所结交连结的都是各国中有钱有势、富可敌国的商人，所以当他们要彼此勾结、彼此串通输送利益的时候，可以横行无阻、为所欲为。而低层的老百姓，就是俗称的韭菜，就是为这些操控经济的组织去送钱抬轿而已。那另外，有钱的商人呢，他们就可以献出大量的资金去支持那些符合他们需求的政治人物上台。当他们支持的人得到权位的时候，自然就会在政策上为那些支持他的商人图利。不论是制定农业商品的政策，例如转基因食品的合法，例如大片土地的采购、粮食的垄断，他们既可制造饥荒，更可以抬高粮食的价格。或者说，他们改变土地的开发，为了图利商人，可以把偏远的土地或者农地，把它重新规划为城市，建造道路，重新规划，以至于让土地的价值能够连翻100倍。甚至于呢，这些政客也能够游说各国能够去策动战争。他们策动战争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制造更大的军火需求，去图利军火商人，去图利军火的供应商。而他们自己很可能就是这个军火商的总裁，甚至于他们也可以设计瘟疫、病毒，或者制造慢性病，或者创造新的病种，然后呢，限制人民取得用药的管道。他们可以规定全球的人必须依赖他们认证的药品才是合法的，你用了其他的药品，你就是非法，你就要罚款，要坐牢，要取消你的资格文件。那他们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促销自己的产品，让所有的利益都能够进入到自己的口袋。那因为地上的客商因他发了财，贩卖这些物品的借着他发了财，在海中的都因他发了财。所以巴比伦大臣的罪在于他联合世界有权贵的精英，垄断全球市场，掌握了世界金融的权力中心，让全球的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但是他们却可以随意的操控极大多数的人，
让他们陷入贫穷，陷入饥荒，陷入战争，陷入疾病，而且他们还可以制造恐慌，以达到控制人类自由言论的目的。那巴比伦大臣因为他们是政商勾结，所以他们用的是正义的手段洗白自己的贪婪，所以这些政商名流全部都因巴比伦大臣的操控，成为可以左右世界金融政治局势的幕后推手。那当巴比伦大臣与各国的领袖、政客、富商、高端人才连结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左右世界的经济、教育、文化、媒体、科技、战争、领土、农业、粮食，包括外太空的资源，一切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关系着亿万人类生死的大权，都掌握在巴比伦大臣所架构出来的系统里面。所以未来人类不单是行动、言论的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于连呼吸空气和自由的思想都会被监管，都会被限制。那巴比伦大臣另外一个神说恶贯满盈是什么事呢？就是他用邪恶掌控世界。那18章23节说，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第3节，列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那就是代表说，巴比伦大臣能够操控世界经济，能够主导世界精英名流，最主要是因为他们与撒旦的权势连结，要不然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们也没有办法达到控制这些名流跟这些君王的这些吸引力或者筹码。那他们是怎么样与撒旦的权势连结呢？例如说，他们是崇拜撒旦教的，他们是崇拜萨满教的，那这些都是自古以来崇拜阴间权势的，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这样子的崇拜。那是什么样的呢？是他们会将自己的灵魂献给撒旦，以获取财富地位。那就像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路加福音4章5到7节，魔鬼又领耶稣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所以这个是撒旦从他得到了这个地上的地气以后所用的惯用伎俩。所以巴比伦大臣也是借着自己所施行的邪术，去拉拢蛊惑各国的领袖，跟他们一起行污秽邪淫的事情，出卖自己的灵魂给撒旦，想借着各样的邪术、神秘法术，用黑暗的宗教仪式来与撒旦连结，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为自己图谋一个非常傲人的一个权位，还有财富名望，就像魔鬼所宣告的一切的权柄荣华。那这个巴比伦大臣呢，他也是仗势着自己与阴间有契约，也就是说，他是撒旦在地上的代言人，祸患是不会临到他的，不论是人间的世界或者是阴间的世界，巴比伦都自视自己是阴阳两界通吃。在启示录18章3节，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也就是他非常仗势自己今天在这个世界阴阳两界全部都是得听他使唤的，但是神却说，
巴比伦大城必在1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个就像亡国之前的犹大国一样，那些管理百姓的长官，他完全不理会先知的警告。以赛亚就警告他们说，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这在以赛亚书28章15节。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神借着以赛亚来警告犹大国说，巴比伦必定会来毁灭你。但是这一些听见先知警告的会觉得说，就算巴比伦大军就像水漫过一样，这些灾也不会临到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与死亡立约，我已经与阴间结盟了。他们认为他们是有特权的，这些灾害都不会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完全不理会先知的警告。但是呢，神对这些狂妄的人，他们所发出来的豪语，神说，以赛亚说28章18节，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那还有谁会觉得说自己是非常伟大，不会被击垮的呢？那就是很有名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当他游行在自己的皇宫的时候，但以理书4章30节，他陶醉在自己的皇宫，他就说啦，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当他还在陶醉，他的话还在口中的时候，31节说，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所以巴比伦大城呢，他第3个大罪就是他是在神面前极度的高傲。他不仅仅是政商勾结、垄断市场、操纵货币，他也是一个流人血的城市。不论是其中的黑吃黑，处处充满的这个什么夺权暗杀，同时它也是逼迫圣徒和先知的城市。在这个城内充满了流人血的罪。那这个掌控巴比伦大城的组织呢，仗势着自己的财力势力，就极尽的放纵奢华的生活，并且高傲的认为自己永不衰残，永不没落。他骄傲的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一切的人脉、资源、关系，世间没有任何的权柄能够撼动巴比伦大城的地位。所以当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绝不是寡妇，绝不致悲哀，但是神却宣告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18章6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所以那些在神面前狂妄的，会觉得自己有恃无恐的，神都要让他们降卑，然后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